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这个情感困惑来答疑解惑，同时还有机会连麦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请开门，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杨28岁，来自四川，牙医护士；肥肥24岁，来自湖北，宠物医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婚姻中对方哪里让你不满意？我们在一起6年，领证3个多月。我本想着领证了他能收收心，但他变本加厉，总是不着家出去喝酒，根本不在乎我。婚后他脾气越来越暴躁，控制欲越来越强，我们跟他领证都是被逼的，实际我俩根本就没有磨合好。你希望对方以后怎么做？希望他多顾家，不要整天在外面鬼混，多考虑考虑我们的以后，不要这么没责任心。改掉他的暴脾气，不要动不动就打我骂我。实际我想好好过日子，但目前这个家我是真不想回去。哎呀，你们这问题挺大呀，又打又骂，还有个鬼混这个词儿，看得我心惊肉跳的。啊，6年了。对。怎么就事态发展到如此激烈了呢？我们吧，本来一开始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嘛，那时候也是2个人看对眼了，后面就约着出去吃饭，大概半年的时间吧，也就确定关系了。然后在一起1年多，我们就先办了婚礼，只是结婚证拖着没领，近几个月吧才领的。有孩子吗？没有。那这婚后发现哪里不行了呢？怎么不好了？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都挺好的，但就是在一起时间长，发现他是一个比较爱出去玩、比较爱出去喝酒的人。也不是经常的，就是偶尔去。就多么偶尔？1周几次偶尔？1周可能3次吧。你1周有2天能在家里面不出去就不错了。那我有时候也在家里面喝酒，那你是不是也把家里面喝酒也算上去了呢？是的，你唯一在家休息那2天就是在家里喝酒了。这酒腻子，出去也喝，回家也喝。是的呀，1个星期7天，5、6天都在外面喝酒，有2天在家就不错了。和谁喝呀？这和他那什么这个朋友呀、那朋友呀，要不然这个好兄弟那个好兄弟。这第2天然后再上班，这头天晚上喝的醉醺醺的、晕乎乎的。这口腔医院这工作强度应该也挺大的。也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口腔医院做后勤吧，就平常的时间会比较多，下班也会比较早。他比较介意我喝酒，他甚至有一些无理的要求，要我9点钟之前到家。如果9点钟不到家呢，他疯狂发信息给我，甚至如果是不按照他的脸色行事的话，我就回去没好果子吃了。给我又打又闹。动手的那个打吗？对，动手打你。打了骂了都没有用啊，他就是这么爱玩，一点都不顾家的他。你为啥那么愿意在外边不回家呀？我就是因为吧，他就也是经常跟他说不到一块去，那我就出去跟朋友喝酒嘛，缓解一下心情。他咋造成你不想回家的局面的呀？你说来听听啊。那我想在家里面喝酒是吧？他也不让我在家里面喝酒，有时候。你怎么说来说去就是酒啊？这每天喝多。我想出去干点什么事情呢？他也不让我出去，他反正24个小时他还跟我在一起。等一下，我哪有24小时跟你在一起了？实际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那3、4个小时，只剩那3、4个小时让他跟我待在一起，他就觉得我管着他了，他不自由了。你怎么会嫁给一个酒鬼呢？因为我喝酒嘛。刚在一起的时候都挺好的，他没有这样子的。刚在一起那几个月，我觉得他是世界上很完美的男人。婚前也不喝酒，也是喝酒，但是属于那种的，并不是说你经常出去喝，或者就偶尔我们出去玩一下喝一下这样子的。不，他这个喝酒回家之后会有那种什么发酒疯啊、闹事这个倒不会，我没有发酒疯。哦，不会。对，这个。但是你喝了酒，喝到很晚回来，老婆会闹事儿。他看不习惯我，我甚至有时候很晚回去，他就不让我上床睡觉。睡沙发，这谁受得了啊？这我是受不了了。那最严重的时候呢，会跟你闹到什么样的状态？最严重的时候，他有时候我跟我朋友出去喝酒，就他给我发信息，我是没有收到，就玩着玩上头了嘛，跟我打，后面呢还把我的手机抢过去，以他的口吻发个朋友圈，说什么谁在和我喝酒死全家之类的话，我感觉我这很没面子啊，在我那个朋友圈里面怎么混呢？以后也并不是说你朋友圈所有人、微信所有人都能看见吧？是不是就你那几个狐朋狗友能看见？更何况你那几个朋友天天出去喝酒的，有一个是好东西吗？不是敌意，就是欠了一屁股负债的。老师，你看他就是这么偏激的。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出去喝酒嘛，但是他也认识，邀请他去喝酒，他那天是上班了没有空，就我一个人去吧。去之前我跟他报备，我说今天12点之前我会回来，但是我
也是玩过头了。12点他给我打电话，他叫我现在立刻马上回去，再不回来，我立马从18楼跳下去。那我觉得这种行为很可怕，是吧？为什么那天会闹得那么狠？因为他这并不是第一次说啊，我们约定好的时间他不回家，是每一次我们都是约定好的时间，并不是他说的那种啊，我规定他多久之前回家，都是我们说好，那我们今天几点回来呀？然后说好了，他每一次都是约定好的时间，再晚1-2个小时。这种情况持续了有几年了？2-3年。那你还跟他领啥证啊？因为这么多年的感情了，再加上我们的婚礼也已经办了，也就跟领证的差不多。但是呢，我之所以领证，是因为我在想，是不是在他的心里，就是我们没有说成为合法的夫妻，所以他可能撑不起这个家庭责任感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就想着领证了，也许他就能有这个责任心了呢，能好一点了呢。这男生，你说这好像结婚是被逼的是吗？对，我就感觉我们并不是说那么的合适，因为我们拿完证之后，对我是越来越管得越多了。不听来听去，管人就是管你喝酒呗。不仅管我喝酒，难道我出去干什么，跟朋友出去玩一下，他也管我呀？导师，他出去玩也只是1个星期的，我说的那5-6天，晚上下班跟别人出去玩，跟出去喝酒有什么区别呢？不是，你们就没有时间说你俩还像谈恋爱一样2人世界，咱去吃个饭、看个电影、玩一点什么年轻人的。现在很少了。那是我们每个星期休息嘛，休息的时候，我说我们出去看个电影呗，出去吃个饭呗。就说哎呀算了不去了，要不然在家里面吧，要不然就是说啊我们去网吧上会儿网也行，因为我们2个也都会打游戏嘛。但是呢，他甚至我们休息，比如说我们今天休息了，我白天他可能陪我在家或者在外面玩了一天，晚上啊这个朋友今天晚上又去叫我喝酒了，那我去了啊。就是他喝酒总有各种的借口理由，不是朋友过生日就是朋友聚会，要不然就是他兄弟心情不好了。你因为又是医护行业的，你不知道酒精对身体还是有坏处的吗？有坏处，但是又控制不住吧。那你这头天喝的醉醺醺，第2天一嘴酒气去上班，你们单位同意啊？我也没喝的醉醺醺的，基本上我是不会把自己喝醉的。就酒量好是吧？对，不会把自己喝醉，我心里有个度的。你白酒能喝多少？2斤吧。2斤白酒啊！你们的生活有什么规划吗？这么天天喝酒的？他对我们未来一点规划都没有。我们以后车子是不是也要买？房子是不是也要买？小孩子是不是也要生？你们现在这些都没有？他没有一点点的计划，天天就只知道出去玩。结婚没有房车都没有。我现在就是想着攒钱，是不是要买车买房？我先不说小孩，房子对于我来说是必需品。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安稳的人，我是希望的生活就是大家白天是吧，一起努力，一起上班，下了班回家2个人在家做做饭、遛遛狗啊，过过日子哈。对，杨先生，你有积蓄吗？你工作了这么多年，有点，不是很多。主要的花销都用在吃喝上了是吗？对，吃喝上。那家里的话需要什么，我也有给钱的呀。他大部分的钱全部用在他的喝酒上面，家里面基本上买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我这边的钱，我自己买的。那你考虑过要小孩的事儿吗？小孩嘛，我感觉我们现在都没有什么精力了，就何必要这个小孩呢？而且我们现在还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磨合好，这小孩就算了吧。你现在不是磨合，你现在怎么好意思跟我说磨合？我们在一起都5-6年了，你要让我跟你谈一辈子恋爱，去跟你磨合一辈子的吗？哎，女生想要孩子吗？我其实小孩这个东西我可以不急，我现在主要的就是想要房子。除了喝酒以外，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吗？而且他还比较限制我吧。我不是有2部手机吗？工作手机还有那个生活手机，就不管哪一部手机先响了，他就第一时间拿过去看，我都没有看到的消息，他第一时间拿过去看，就没有隐私，一点隐私都没有。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没有隐私？说我限制你，我看你手机呢？老师，真的，你都不知道他当初多么的过分。我们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在一起3年多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就有一次无意间拿了他的手机，我居然看见他跟他前女友还一直保持着联系。联系就算了，他把聊天记录删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聊了些什么呢？他来就彼此正常的问一下最近过得好不好？怎么了？你们过得不好，你们俩再和好呗。而且老师，他不仅查我的手机，而且我每次回去，他就拽着我衣领这里闻我身上有没有香水味。我觉得这样很过分，他就非得闻了香水味你才开心，你才高兴吧？他就不相信你呗？那是因为前面有他前女友的事情啊，才导致于变成这样子的呀。他和前女友还出去喝酒吃饭了是吗？那倒没有，但是对于他来说，这种就是正常的。他觉得联系啊，我们哪怕这么多年的朋友啊，联系啊，人家没有去做，你干嘛联想说好像做了似的？那是因为在他的嘴里就是信誓旦旦，觉得他跟他前女友现在就普通朋友关系，干什么都很正常。哎，你们家这个大事小情啊、家务啊这些都怎么安排和谐吗？这方面？因为我们在一起之前，我就从事了这一行，我就挺喜欢猫狗的。当时呢，我就养了1只猫1只狗嘛。
后面呢，我们在一起之后，他也不反对，然后他也挺喜欢的。我们又养了1只猫1只狗，家里面是2只猫2只狗，养的多了，家里面就那些卫生那些就要做的勤一点。一开始才在一起那几个月，我基本上白天上班，他把家里面弄得干干净净的，就是那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你把家里卫生弄一弄，全部都是他主动包卵的。后面再过呢，就是家里的卫生他开始慢慢的不弄了，到了现在他什么都不弄，到了现在就是我现在上班12个小时，累了一天回家就能看见一地的猫毛，一地的狗毛，甚至我们小猫小狗的饭跟水都没有了，他都不夹。我要弄这些就算了，进卧室就看见他躺在床上，脱掉脏衣服就扔在旁边，也不说拿洗衣机洗，我又得给他去把脏衣服拿到洗衣机洗，洗完了我还得自己晾，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后面呢，我也跟他沟通过，我说这个家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就这些东西你力所能及，能看见的你大致弄一下，也不要求你弄得多干净。答应我了，最后呢，就可能1个星期吧，弄那么1次，很敷衍，从来就不上心。哎，那个姑娘，你俩现在还有这种好的时候吗？就是感情甜蜜，看着彼此还算顺眼，还有这高光时刻吗？现在？那不吵架的时候，不为这些事情吵架。你讲讲怎么好呢？不吵架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说有笑的嘛。然后呢，晚上可能下班了一起去遛遛小狗呀，这些也都是还会有的。所以在你心中，现在的你的丈夫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天天只知道出去玩，而且一点都不顾家，甚至都不讲卫生了。因为我跟他吵架的比较频繁，一频繁我就不想去做那些卫生了。男生，你现在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吗？有啊。怎么讲？因为我出去喝酒，我也想在家里面了呀。你想家里边啥了？你不是出去喝酒？我想着他呢，会不会不开心呢？那你就别出去喝酒了呗。但是我确实忍不住想要出去喝酒，因为我在家我说想跟他一起喝酒呢，他又实际上他跟我喝不到2杯。我喝不到2杯，我后面是不是说了，你以后不出去喝酒可以，你想在家喝我就陪你喝，随便你怎么喝。后面呢，你是自己根本不愿意跟我在家喝，就想出去跟他们喝。现在你的妻子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我就感觉她脾气特别暴躁，控制欲特别强。所以你这个喝酒也好，不爱回家也好，都是因为反对他的控制欲。就是因为他这种脾气不好。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如果多回一点家，少喝一点酒，多给他提供一些情感，他可能脾气就没那么暴躁了呢？他现在就是这样子，改不了的。所以现在你们的循环就是，基本上男生的心思都在喝酒呀，和朋友在一起，女生就天天生气，是吧？独守空房，就是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也说不清是因为脾气差喝的酒，还是喝酒多了脾气更差。另外还有一个打骂，作为妻子打骂丈夫也是家暴啊。他也不管你死活，就拿脚踹你。那你中间不是也还过几次手吗？那我不也没说什么呢？不打也不对，还手也不对。女生，你有想过说结束这样一段磨合不出来的关系吗？没有想过，我但凡想过，我也不会来这里，就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这么多年了，我只是想着，要不然就实在不行，就是我退一步，我忍一步，或者怎么样的。男生呢，你有想过结束这种你说了还需要磨合，到现在没有磨合好的关系吗？想过吗？我没有想过。什么支撑着你不想？就是我们在一起太久了，我就舍不得。就算我们现在再怎么吵，我可能也会舍不得吧。唉，究竟是酒精惹的祸，还是情感哪里出了问题？你们怎么看他俩的这个状态啊？男生他好像有点把因果关系搞错了，不是因为这个女生脾气暴躁，他才选择出去喝酒啊，什么不回家啊什么的，是因为他的种种行为，他一些态度，所以女生才会生气呀，老是打呀，老是骂呀之类，产生矛盾吵架呀，对吧？所以我觉得男生他应该适当的时候听一下女生的建议嘛，对吧？就他这种行为，就现在我坐在这儿听，我都觉得我好像有点接受不了。如果我男朋友这样做的话，反正我是有点接受不了。男生呢？就是男生太爱喝酒了，他也不顾家。老弟，你现在还年轻，你还没有结婚呢。如果是真的结婚了，你才知道的。知道啥呀？天天出去喝酒躲老婆呀？那这婚就别结了呗。啊，为了躲老婆要天天喝酒去，那又对身体不好，又让老婆不开心，你何苦两个人勉强的拧巴在一起啊？你自己想想你说的话。男生喝酒似乎现在已经成瘾，但是他的喝酒是有历史的，只不过在婚前你没有引起警觉和重视。如此的酗酒成瘾，他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当然他的理由是，我喝酒就是在逃避这个家，我不想回去，我面对的是指责、谩骂还有殴打。这样的恶性循环，它就是一个死循环，越打骂越去喝酒，越喝酒越打骂。
如果这样喝下去，我们不说其他，不说婚姻的破裂，自己身体的损伤，有很多就是这样喝酒，最后把工作喝没了，把家喝散了。我认为做丈夫的，无论自己心中有多少的压抑、苦闷，也不能借酒浇愁。这个酒的问题，你就是为了自己，不为妻子，不为这个家，你也要调整，否则后果真的很严重。但是妻子也要看，婚姻出现这样的一种裂痕，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及时的去修补这样的裂痕。这个裂痕是需要你们两个人共同去修补的。所以我建议妻子能不能从你这里做起，收手，以后这样再情绪失控也不能动手。丈夫，我想你就从减酒量开始，两个人先各退一步，然后两个人都做出修整和调整，努力去度过这个新婚磨合期。阵痛过了，看到的一定是阳光。我觉得这场婚姻从一开始你们领证的那一天，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动力真的就不足。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证不是给自己领的，你们俩的这个证是要给你们身边的那些人一个交代。所以你们的婚姻到底是结给谁的呢？第二个，你一直都在强调他出去社交，他出去玩，你偷换了概念，他不是社交，他是需要酒精，他是心理依赖，他还没有到酗酒的程度，但是酒精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说是社交性质的东西了，这是特别强烈的心理依赖，已经不是说你能不能做，你能不能不喝的事儿了。你怎么帮他？没办法，我也管不住他。所以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是一场彼此很大的消耗，不是说你管不了，而是说很多微小的改变慢慢积累，你才能够给你这场婚姻一场救赎。比如说，至少你现在喝酒，我知道你可能生理上控制不住，我护肝的东西先给你提供好。你以后你控制不了，能不能带着我？我保证在全程不控制你。我们两个人达成一个共识，我说走的时候咱俩就走，咱们一点点减。所以对他们而言，这个东西你只有以一个健康的姿态在他的身边去做一个像闹钟似的提醒与陪伴，他才会有机会。当然你不能靠他生拉硬拽，你也有要去配合他的意识，这个事情才可以。喝酒坏脾气固然是呈现出来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在你们的亲密关系当中，说实话我没有看到太多爱的成分。就吕老师刚才其实说特别好啊，妻子作为一个陪伴丈夫戒掉酒瘾的这么一个陪伴者，其实这个身份这个责任是很重要也很必要的。但是我觉得你没有赋予自己这个责任，因为想要去陪伴一个酒精成瘾的伴侣，那是要充满极大的爱，极大的心疼，知道他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走出来的，他的身心神经都会受到伤害。但我没有听到你丝毫对他的这种疼爱，说你看我老公怎么办。其实对于你来说，一份没有爱的感情应该及时止损。丈夫也一样，我觉得丈夫在拿自己的身体去麻痹自己在关系当中以及你职场当中的苦恼，你无力解决，干脆我就投身于酒精吧，至少我每喝它一次，它能给我带来一些放松和舒适。你别对，这是你最初原因，但现在你已经尝到了恶果。你现在20多岁，不到30岁，再过20年，你有想过吗？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就是那个半身不遂，就是那个没有人管没有人疼的酒鬼。你会失去职业，失去家庭，众叛亲离，你连自己都不爱，你完全是放弃生活的一种状态。你指望谁救你啊？下一个温柔贤淑的女人会爱上一个酒鬼的你？嗜酒如命的你，有人会爱这样的人吗？所以先生，如果你要放弃自己的人生，我建议你也不要拖他，他也挺无辜的，他也陪伴了6年，把他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你就浪费你的人生，自己浪费去吧。人家还有救，人家至少没有不良嗜好。所以比你年长的我们真的都劝你啊，小酒怡情，你这叫酒精成瘾。我建议你找专业的机构去戒酒，
你控制不住，就是因为确实你已经成瘾了。你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先把酒控制好，再去谈如何做一个丈夫，如何做一个男人。说完了。不认同，不认同我啊？哎，你酒蒙子吗？喝多了吗？哦，杨先生，你到50岁就这样。他用不着50。我刚才呈现的是酒精成瘾者大概酗酒个10年之后出现的思维中断，然后你大概不到40岁，你的皮肤会加速老化。你大概不到40岁，可能我今年52了，你在视觉效果上应该是这个人。郝女士看到了吗？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你们的爱情已经导致你们双方之一产生了恶习，你们这段关系，你们觉得合适吗？你们2位能先分开半年吗？为什么呀？我感觉我可以的，因为这个杨先生现在每天回家呀，面对的是一个流程。每天回到家，第一个流程，这是第一个流程。第2个流程，我要买房了，咱们结婚了；我要买车了，咱们结婚了；咱们什么时候要娃，咱们结婚了。第1个流程叫探查侦测，第2个流程叫要债，第3个流程，这是每天他回家的3件套。我告诉你啊，有一个规律，人在斗争过程当中很难去退一步想想我们为什么斗争。你就比如说严老师现在拿一根针使劲扎我，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躲开，我不会去想他为什么要扎我，我来不及想，我得赶紧走，为什么我疼啊？所以你们双方要是想想我该做什么，他为什么对我这样，我们做点什么能改善，只有把这个斗争过程先停止。所以你退开半年，然后你也想想，就算没这个妻子，你想想爹妈，你想想骨质疏松以后上个厕所蹲马桶上，我都得扶着门框往起爬。那年你可能40多岁，想想啊。这几天喝酒了吗？这几天没有喝。为什么？我们这几天没事就在外面逛着玩。我觉得他是因为开心，可能不想喝酒。原来在他眼里就是上节目。哼，他能不喝酒？也不是没喝吧，喝了1瓶，那天就喝了1瓶，来的1瓶什么？第1天喝了1瓶。就昨天晚上我们2个吃饺子，喝了1瓶啤酒，我们俩分的。哎，那这个还可以接受，挺好，很正常。我自己一人都能喝1瓶啤酒，何况乎你？知道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了吗？不知道。你们这次来到天津，你们俩的目的、行程、想法基本上是一个方向，这是目的一致了。所以到底是先酗了酒，还是先没了爱？你们俩思考一下。你们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目标了，光一张结婚证那个纸没有任何意义。你们是可以继续在一起的，你是可以不那么喝酒的，你们是可以沟通的，对吗？哎，跟你老喝酒的那些人有没有少？有。为什么？我告诉你，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人家赔不起你了。没有几个一直跟你在一起喝的，有吗？没有。对，就没有。你身边那些酒肉朋友都喝不过你，为什么？因为人家有家，人家有更重要的事儿，人家做一个平衡，对吧？就你傻了吧唧的跟那儿喝呢，喝到最后，我不说你身体怎么样，人家都有家，人都有欢笑，你没有，所以不跟你讲今后你没有发生的事儿，就是眼前这一年一年你经历的事儿，你还不看看？哎，没有人一直在跟我喝呀，哎，他们在躲着我呀，躲着你的，所谓怕他管你的，那是好朋友。叫你出去喝的，人家是1周喝1回，叫你7个人1周叫你1回，你全在外面了。人家踏踏实实过好日子。对，人家是人家喝酒说，哎呦那谁谁谁家都散了，傻了吧唧的还在外头天天喝酒呢。那个爱你的人、等你的人、关心你身体的人，你不顾。看看周边这些人吧，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咱学学，那叫好日子。好，你们思考一下吧。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听听这对情侣的事儿。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
小雨21岁，来自河南学生；小凡22岁，来自河北，培训机构教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纯恋爱脑，为了做他坚实的后盾，我假期连家都不回了。但他不领情，对我挑三拣四，还玻璃心。我觉得他虚伪，总想标榜自己多爱我，表面上他在迁就照顾我，实际我心里压力也很大。你希望对方做出哪些改变？就是他能将心比心，我这么爱他，希望他能感受得到，能体谅我一点，别那么难伺候。希望他对我有耐心，情绪稳定，能多哄哄我，多听建议，而不是那么的固执。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哎呦，这自个儿说自个儿恋爱脑，这也不多见哈。你恋爱脑啊？对呀，我是恋爱脑啊。啊，这怎么就证明自己是恋爱脑呢？他不毕业了吗？然后他也找着工作了，然后我就寻思我租个房子我过来我照顾他啊。但是呢，我这1个多月我跟他相处下来，我感觉吧，他太难伺候了，各种跟我找事儿，跟我对着干。你这个租了个房子要照顾他，你这还没毕业呢，你就租房子呀？你有钱啊？我之前在外边打工挣了点，攒了点钱嘛。那你都怎么照顾他了？这样跟你说吧，老师，就他回到家，他那鞋他啪就是乱扔，然后吧衣服就是乱甩。我就跟他说好几回了，我说你那衣服啊，你脏了对吧？你就放到洗衣机里边啊，直接就洗好了。他不，非得让我给他洗啊。我给他洗了之后对吧？他还说我给他洗的衣服有褶皱。首先，我觉得放东西这件事儿，我的东西可以随意的放，但是我找的时候也能很快的找到。但是他不这样认为啊，他就觉得必须要把我的东西放到人家想要放的那地方。你说我每天在外边上班，被那小孩气的，然后每天又忙，回来之后我有的时候找不着东西，我也会生气啊。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放我的东西了，你给我放的我都找不到了。他就会说我什么不整齐呀、不整洁呀什么的。那家里乱成什么样了啊？我不跟他收拾，他还能住吗？那哪里乱了？老师他就是洁癖，你知道吗？家里稍微乱那么一点点，他就觉得受不了。我为了他，我在手机上学做饭啊，一天给他做2个菜加1个汤，够可以了吧？刚开始还挺好，他还夸夸我，后来呀就各种挑刺儿，这咸了那淡了，找各种理由挑我刺儿。不是你做饭难吃，你也好意思说吗？我也知道他是第一次做饭嘛，为我学做饭，我觉得人家肯定是好心的，咱也不能辜负人家，对吧？所以我最开始我就夸着他，但是我觉得不能老是这样捧杀他，他这以后做饭还是那样，一会儿咸一会儿淡的，你说这怎么办呀？所以我就觉得出于好心的想给人家一点建议嘛，可是他就觉得我挑刺儿。那我做完饭，按理说他该洗碗吧？啊，谁家不都是这样啊？一个做饭，一个洗碗。哦，他不洗就算了。他吃完饭他就回沙发上刷手机，他不洗我洗呗。我洗完之后呢，我刚想坐那儿，我累死了啊，他就使唤我说这个帮我拿一下，那个帮我拿一下，他就是把我当男保姆了，就是变着法的使唤我。哎，你不说你自己恋爱脑吗？你这恋爱脑应该是被使唤着觉得很开心啊。对呀，那也不能这样啊。哦，就过了那也不能这样弄啊。对呀，这个分寸拿捏的不好是吧？对呀。哎，这些家务细节你觉得不太舒服哈？那这姑娘对你怎么样？对你好吗？对我好啥呀？我过生日都能忘了，还对我好。哎呦，这怎么能过生日就忘了呢？老师不是这样的，我确确实实忘记了他的生日那次，但是后来我为表诚意，我就提前去找了他，然后给他买了生日礼物，也想着算是一种惊喜，也算是一种赔过吧。可是我给人家了之后，然后他一句话，他说：“哎，这鞋子颜色不好看，你退了吧。”其实我挺想听到从他那儿说一些给我点情绪价值啊，给我点正反馈啊什么的，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他就说这颜色不好看，你退了吧。我当时真的挺失落的。我怎么给他反馈？他给我买了双鞋，鞋颜色我不喜欢，对吧？他尺码还小了，还硬要让我穿。
换个大码的不就行了吗？男朋友的尺码你不知道的吗？我知道，老师是这样的，这双鞋是我从他购物车里面看到的，我确确实实也是按照他加进购物车那个码42码买的，根本不可能出错。可是这个鞋，它就鞋型设计跟他的脚相比，稍微偏小那么一点点，他穿着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挤。他就说我，哎，怎么样了，不在乎他，说什么买东西也不为他考虑了，怎么的？换一双不就得了吗？我就是不想让他换。你说他态度都不好，他本来他都不跟我客套，那我就心里想着，那你就穿呗，反正小那么一点，那你穿呗，挤就大了。给他穿小鞋，我是吧？鞋我怎么穿？老师，你说我怎么穿？我44的脚，他给我买成42的了。44跟42相差太大了呀。对，他就是没细心，就是你通过这个事儿认为他对你不好是吧？没认真给我挑礼物，就是敷衍我，然后吧还控制欲强。他给我买的东西我还不能说不好，非得按照他喜欢的来。那还有哪些方面你觉得他控制欲强？还有就是，我每天在家伺候他，我给他做饭，我做家务，对吧？我周末我休息没问题吧？我就约着我朋友一块儿出去打球、打游戏，很正常，对吧？他也都答应了。然后呢？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微信的，给我发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那我给你发消息怎么了？那出门报备不是很正常吗？他作为我的男朋友，他出门跟谁玩，去了哪儿，玩了什么，我觉得我都是有权利知道的呀。而且他1.8米个大小伙子，然后长得也不丑，然后身材也不差。你说万一出门被哪个小姑娘盯上，那我该怎么办呀？所以我就觉得隔那么10几分钟、20分钟给他发个消息，首先第一是确保一下他的安全嘛，第二就是我希望他给我一点安全感。他就是找借口，他给我发的都是什么照片，你知道吗？老师，给我发的都是一些衣服照片，各种颜色的衣服，然后呢问我这件颜色怎么样？这件颜色哪个好看，哪个适合他？我还不能说都好看，我要说都好看，他就说我敷衍他。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哪分得清这哪好看哪不好看？什么款式？你不是恋爱脑吗？你恋爱脑不应该女朋友打电话特开心吗？恨不能你是再打一个。我正出去玩呢，那我朋友都等着我呢。我等，你闲的时候就恋爱脑，你玩的时候这恋爱脑就没了，是吧？那他给我发的都是啥呀，老师？好看，都好看，哪儿都好看。这小碎花好看，碎花好看，颜色好看，颜色好看，那适合你。哪儿都适合啊！我给你买行了吧？我打球呢不说了，都在应付嘛。对呀，那老师说他这找出来这算什么证据啊？分明就是自己挖坑给自己跳嘛！而且他出去玩，我也不是说不让他出去玩。你说他去打球，他总要都有那么2、3分钟时间看看手机吧，他总要回一下我的消息吧。那他发一个1、2分钟的语音也行啊。他每次都这样说什么？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一点都不详细，我就觉得他在敷衍我嘛。你俩到底谁是恋爱脑啊？我呀，他是我初恋，我那么喜欢他，哎呀，对吧？我为了他，我租房子过来，我照顾他。男生是初恋，女生不是初恋吧？我也是，2个都是初恋。哎，那男恋爱脑，问一下，你这女朋友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开心的吗？我看你现在都不是恋爱脑，是没头脑，可烦了啊！多着呢。我跟你说啊，老师，他就是一个变态，你知道吧？哎呦，用词请慎重啊！你听我说，为啥变态啊？说完你就明白了。他一点隐私也不给我留，我那些社交账号密码他都得知道。然后呢，他偷偷删我好友，他怎么删啊？他就根据这个人的头像来判断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比如这个人头像是一个卡通人物，他就说对面是个绿茶给他删了。要是一个美女呢，就说对面是个捞女给他赶紧删了。每回都找不同的借口不同的理由来让我删好友。不是这样的，老师。那是啥样？按咱们正常的逻辑来说，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或者是有事儿的人，他肯定都有备注，对吧？那些没有备注的，我都判定为杂七杂八的人。比如说我的微信也是这样的，我就觉得那有一些无关紧要，那删了吧，那也无所谓，反正清一下空间嘛，对吧？看着也碍事儿，那我有的时候就会删那么1、2个，就这样。狡辩啥呀？狡辩，我就爱找借口。他什么有备注没备注就是不尊重我，说白了，一点也不尊重我。那你刚才说我不尊重你，那他根本就没有尊重过我呀。他又有个特别大的爱好，就是爱打游戏。你说他每天在家，白天他没啥事儿干，就在家里睡觉，晚上了开始打游戏了。
你说我白天在外边，那孩子每个来烦我的，我还要跟他们讲课，我那么累，我晚上回到家以后半夜好好睡一觉还不行吗？但是他非得要在那吵我，就那键盘的声音啊，啪啪啪啪的，特别的吵。那我吵着他了，他好好跟我说呀。他说：“哎，你吵着我了，你别玩了。”我能继续玩吗？我能继续吵他吗？他啪就是吼一声，当时那声音啊，整个楼差不多都能听见。我就说：“我说你吼这么大干嘛呀？啊，半夜不睡觉啊，让别人听见还以为咱家怎么了了。”那我吼你咋了？就算是今天天王老子吵醒我，我也得吼回去。我没打你就算轻了。哦，对呀，所以他气不过了。你别跟那个姐姐学啊，咱不打人啊。所以他气不过了，老师啊，第二天他就上我的游戏账号啊，就把我里边我攒那么多装备全都给我卖了。我卖了咋了？再说他前天晚上，他因为打游戏吵醒我，他都没有哄我。然后我实在是气不过，我就说一个破游戏有那么重要吗？我就给他全卖了。再说后来我都跟他转钱了。那钱归谁了？对，他就给我了吗？他就为了补偿我啊，连卖的钱加上又补贴的钱又给了你。对，又给我了。他为啥给我呀？啊，不还是因为当时我气的我要走啊，他看我真要走了，以后没人伺候他了啊，就想着不能让我走，他就是把我当成他猫母了。行吧，一气儿都说了吧，还有啥苦水快倒吧。你别看他这么强势啊，他可玻璃心了，知道吧？那我玻璃心咋了？那女孩子都是感性的，那咋玻璃心了？我一点也不能说他呀！啊，就好比上次我跟我朋友一块儿出去玩，我就说我来开车，你来导航吧。然后呢，我就走到一半，我说我朋友跟我说这半个小时就到了，怎么1个小时还没到呀？然后我一打开手机，我自己看一下，给导反了。然后我当时我也比较急，我朋友在那儿等着我，等了很久了，对吧？然后我又说了2句，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呀？这点小事都干不好，还能干嘛呀你？然后他就跟我闹，就哭了。你还好意思说吗？当时是这样的，我们要去那个目的地，它是有2个方向的，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嘛。然后让我导航，我也不知道导哪个，我就导错了嘛。那你说导错了呗？那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又不是故意导错的嘛。那不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嘛？可是他那天就把所有的脏水都往我身上泼，说我怎么样了。说白了就是他自己错了，他不承认啊。我搁车上，我看他情绪这么不稳定，我就把车门锁了，我停路边了。我跟他说完之后，到目的地了，我就看他没有一点事了又，然后我以为这事他就过去了，结果玩一天，晚上回到家，他就不对劲了，我问他咋了，说我白天我没有哄他，我说他了，那我为啥不对劲啊？那在车上说我也就算了，对吧？那属于我们2个人的空间，说我也就算了。到地儿之后见到他朋友以后，又在朋友面前一顿数落我，说我女朋友怎么样，他这人爱把我的一些小缺点说给他的兄弟们听。虽然我有错了，但是不能在外人面前这样一遍一遍的说吧。我觉得我挺委屈的。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咱不吵了，你们2位来是要干嘛的？虽然我是恋爱脑嘛，对吧？但是真没听出来你是恋爱脑，你看不出来恋爱脑啊？你来干嘛的呀？行，恋爱脑啊。然后我感觉，但是我现在感觉有点觉醒了。觉醒了啊？对呀，都是我这么对他，他也不领情，也不爱我啊。然后呢，有时候不爱你哈，我都自我怀疑，我这么做为了谁呀？那准备怎么办呀？我现在就看他能不能改变吧。今天来希望我们劝他改改，对，他要改变不了，我就不知道该咋办了。行吧。女生有什么诉求啊？我就希望他能对我多一点耐心，他以后能多哄哄我，就这一个要求。一个希望对方多哄哄，另外一个希望对方能改变一下。这小情侣，你们觉得这还走得下去不？我觉得走下去问题不大的呢。他们俩可能更多的问题是2个人想要的沟通方式不同。就男孩子吧，可能就是希望我为你付出的时候，你能看见我明显为你付出的时候，你就及时的夸夸我。要一个正向的反馈。女孩子嘛，可能就是娇气一点也正常，就是比较要安全感一些。就比如说你出去，我让你报备啊这些东西，那在我一个女孩子也看来，我觉得报备这个东西也是很正常的，也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可能就是沟通方式不对吧。我也觉得他们的沟通方式不是很对，就像我跟他的沟通方式一样的。就以后呢，你还是女方这边还是多给男生这边一点空间吧，我感觉。就他打游戏的话，我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呀，这喝酒都能这么坚持下来，打游戏不算啥是吧？行，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初恋确实是美好的，但并不因为初恋的美好就可以撑起一段长久的爱情。为什么你去看初恋它往往难以成为婚姻？
因为这个磨合太艰难了，两个爱情的小白走在了一起，这样的一种磨合很漫长、很挣扎、很痛苦。其实初恋并不懂爱，不是折磨别人，就是被别人折磨。你们两个人很显然，你折磨他，他折磨你。我哪儿折磨他了？你不用和我多嘴，你自己定位就错了。什么恋爱脑？你的付出你是要回报的，不是一定行动的回报，嘴巴的回报。您肯饶过他吗？您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说辞的。44码到42码的那双球鞋就是，完全可以好好说啊，宝贝，你搞错了，好好说呗。但是你的态度呢？你自己看，你是恋爱脑啊？恋爱脑像你这样的，恋爱脑很委屈，此刻在哭。女生，你其实内心天然有点自卑的，在这一段恋情当中，男生能说会道，长得又帅高大，你又给了他很多安全上的不确定性，所以就激发了他那种所谓的控制。所以你需要从自卑当中去走出来，明明白白的清楚他爱你什么。大家有一些问题可以磨合，但是你们两个人争争吵吵，本来可以化解的问题，一吵一闹凝固了，甚至成为了一个隐患。所以两个都是初恋的一段恋情，还想走下去，我认为都反思一下自己。如果真的已经力不从心了，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早点说分手，去寻找新的爱情。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为什么不懂呢？这句话其实背后会有一点遗憾，是我们当和初恋离开很久之后再回首的时候的遗憾。遗憾什么呢？遗憾那个时候我居然是那么单纯的一个恋爱脑，我一点也不算计，我一点也不物质。其实在你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听到太多物质的东西，也没有听到什么算计，所以它很清澈。我们那么喜欢初恋，是因为它好像很晶莹、很剔透，那么如释至宝的东西。但是我一定要给你解释什么叫恋爱脑。恋爱脑就是我所有的心思、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你身上，我为了爱你，我做什么都可以。小伙子，你有太多的不可以，所以你真的不是恋爱脑。恰恰相反，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你身上，虽然他各种作，但是他才是恋爱脑。所以这个姑娘她喜欢你，但是她确实不懂得一个道理，就是爱情当中我们为什么再回首的时候会怀恋初恋，是因为我们初恋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相处。真正的相处，一段长久关系的相处，是需要有呼吸的空间的。你要给他一定的自由。你追他到出租屋里，你说你照顾他，我的第一反应其实不好。你到底是为了在这里去彰显自己的存在，是看着他，还是来照顾他？我觉得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在整个讲述的过程当中，你的表情一直都充满着不屑，对我们的不屑，对他的不屑，对你自己的傲慢。你要是尊重这段感情，从细节管理好。如果你觉得没那么好，就别彰显自己是恋爱脑，你真的不是。这个恋爱脑也没什么好标榜的。我们虽然说谈恋爱确实是要投入其中，但为什么不提倡恋爱脑呢？是因为我们人生是多层次、是多元的、是丰富的。我们要恋爱，我们要工作，我们要读书，我们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以及人际关系，包括我们的兴趣爱好。但是我听起来，男生你的生活还真是除了谈恋爱就没点啥正经事儿，没听到你说一句读书的事儿，没听到你一说你大四了要做任何实习，将来工作怎么安排的事儿。就在唧唧歪歪那些小事儿，满脸的嫌弃，满脸的觉得我一7尺男儿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还不给我更高的回报？小家子气啊，这恋爱谈的，你把你自己的格局稍微打开一点，好不好？
人家一个小女生为什么从头到尾在场上就自打老师开始说话就开始哭啊？她是真的觉得委屈，她是真的觉得她努力做了所有。一个号称恋爱脑的男朋友怎么对我一脸的嫌弃，是吧，姑娘？你觉得他可嫌弃你了？他不是真嫌弃你哈，他是不懂得什么叫爱，他只是在他做事的这种付出和需要回报的这个分寸当中，他掌握不好。他觉得他一腔赤诚，他应该换回一个完美女友。他不懂，我们都还年轻，我们都是第一次恋爱，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拿出来更好的给对方。但你也不委屈，他还是很在意你的，他还是很喜欢你的，否则他不会，你一个这个已经上班的人，他也没提出任何要求，是吧？就过生日送双鞋没送对了，他抱怨一下，抱怨就抱怨一下。没有完美的爱情，只有我们用自己欣赏的眼睛去看待那个不完美的他。恋爱刚刚开始，我们都拿出真心去对待对方，就已经是美好的爱情了。当你们可能更大一点时候回首这段时光，也不会觉得遗憾的，因为都尽力了。好吧，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在磨合过程中产生更多美好的情愫，而不是互相抱怨，互相觉得不满意。我跟你说啊，就是那鞋44号买成了42号，怪他买鞋买的不对吗？那不然呢？怪你脚长大了，这叫恋爱脑，只恨我脚长得大。他导航导错了地方，你开车过去走错了路，怪他导航导错了地方吗？不然呢？怪咱车开的不好，这叫恋爱脑。你都开始算计值不值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恋爱脑这3个字？但是谁苦谁知道，那伺候忒周到了也累。所以啊，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么多就是名词放在抱怨当中。商量，什么叫商量啊？是这样啊，小凡，你看咱们恋爱也这么长时间了，偶尔就是咱们1个月有个2、3回，您给我做顿饭呗，这事儿能商量吗？所以你看，其实好多事儿咱能商量，咱能试着往前走。双方既然都有诚意，是不是？你是已经工作了，他还在上学，所以有些事情你在工作领域能商量吗？你说你在上班的时候，咱们今天工作上出了一毛病，咱们同事之间是不是商量着来？那这是成年人的沟通方式啊。你为什么回到你们2个那个小家，你立刻就变成一小女孩？我什么都不会了，我立刻变得无能了，我什么都不会了，我往那一躺，衣服也不洗，饭也不做，然后家里也不收拾，我就盯着你，然后晚上你还不许打游戏。你跟同事商量的时候，咱商量正经事的时候，你至于半夜一嗓子把整个一楼层都喊起来吗？对，所以啊，咱们那个方式不对嘛。一起咱们往前走，都是你们20多岁还是半大孩子呢，是不是？咱们得成长吧，咱不能就要求对方什么你都得做，我一点不成长，这就不对了。我觉得男生这有一过程的，一开始一定是恋爱脑，但慢慢得不到回馈，就变成了记账式的付出了。对，我付出1分，你得还我1分，你还不还，你觉得亏得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爱和宠啊给搞混了。你是因爱而宠，但你宠着宠着，对方越来越不满足了。但他不满足背后还有一个很客观的现实，你以你的阅历，以你没有工作的这种状态，你理解不了。因为女生她是工作的，我咋理解不了啊？她在工作上不顺心，你能理解得了吗？她在工作上不被人认可，你能理解得了吗？这是她的需求，你没有解读出来。你至少在刚才在评价你的工作的时候，你说了2次，说太烦了。我为什么把你工作和你的爱情给连起来说呢？就是因为你在工作当中你得不到的这种状态反馈，你想在爱情当中去得到。你啊，带了1天孩子回你们家，你就变孩子。哎，我终于也能当会儿孩子了。曲老师就这意思。所以你看，你无法消化在工作当中去自己引发的不适，然后你变本加厉在爱情当中想去拿到，而你在工作和恋情当中，你有一个错位的一种假象，让你搞不清楚到底是工作带于我来的不愉快，还是这份爱情。
所以说，赶紧捋顺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你会在爱情当中也会得心应手的。好，那听完老师们建议，你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两组嘉宾回到正门后。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公众号视频号，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困惑来答疑解难。那同时呢，还有机会和我们的导师连麦互动。想收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呢，请登录腾讯视频和优酷视频。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组夫妻啊，他们的选择是说先暂时分开一段，还是会怎样啊？来，请开门。我看这对温州夫妻悬了啊！真的出来了，来了，肯定的，来了，肯定的。哦，这个好，来了就好。哟，出来了两位。对，那这必须得说点啥吧？我也以后不喝酒了，戒酒了，也对家里面多上点心吧。你指的戒酒是彻底戒酒吗？直接戒酒啊？慢慢的戒，慢慢的戒。对，直接戒肯定有身体也是受不了的啊。2天没喝酒就能站在这儿了，多好。妻子呢？以后嘛，也就脾气也改一改，首先从再也不动手打他这一点做起。对。然后呢，后面呢也就慢慢的看他改变吧，也就尽量少吵，因为天天我自己吵也累，所以说慢慢看他改变。哎呀，好啦，开灯吧。你看，真要说分开舍不得了吧，还得亲一下，表示感情深厚，是吧？好好过日子，改掉不好的习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谢谢各位老师。再见。来这边。拜拜。那我们看看这对小情侣吧，他们俩会怎么选择？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哪个也？哦，来了，蹦蹦跳跳就出来了。男生笑起来还是比较帅的啊，开心嘛。女生不哭了啊？他跟我承认错误了。在后面啊？对，刚跟我说了。他怎么说？他说他以后会对我有多点耐心，多哄哄我啊，一起成长呗，是吧？对你们来说，成长是重要的课题。这爱情不仅有甜蜜，也有苦涩，对吧？希望你们今天流的眼泪，能够让以后的日子更加顺利。另外，因为2个人是初恋，也要正视爱情的现实性。好，希望你们幸福喽，一起成长吧。老师，我还想说一下。还想说虽然我错了啊，但是我就是恋爱脑我就是喜欢他。好，我们就这么投入，好吧？定义挺好。希望你们继续投入下去，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好，加油，再见，拜拜。原来对我们否定他的恋爱脑耿耿于怀，这可爱了，一定要赢一下。哎呀，这青春的恋爱还是很美好的哈，希望他们的恋爱能够越来越美好，越来越顺利。那感谢我们今天几位老师的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